师祖啊！哎，你这是何意啊？啊，效果不错啊，不就是真言之事吗？听不到不就不用回答了？有意思啊，廖廷言。不管你是夸我还是骂我，我都听不见。你身后有池塘。你不会以为自己缺德的样子特别帅吧？你诚心的是不是？你是不是想捉弄我？我方才提醒过你啊，你身后有池塘啊，你自己不听，我能有什么法子？你现在为了给我找乐子，真是费尽心机啊！为了捉弄我，你这个小学鸡今天也是很努力呢。若你想玩，我奉陪到底，还玩吗？不玩了，拉我起来。我们去找这府上的管家玩玩。公子，那我的贤哥，祖宗，给点反应啊！我会查明他们的下落的。多谢公子。谢过公子。多谢公子恢复我自由之身，公子定是知晓了我们的苦痛，这才放我们离开的。我将今日视作自己重生之日，特地梳洗一番，迎接这一刻。太好了，就是你这身粉色显得你有点黑。哪怕我碰个梗都会讲出真心话，完全不给我活路。你真无理，还轮不到你来评论我的穿着。抱歉，抱歉。师祖，你能不能赶紧把这真言之事给我解了？就算赤焰城的人法力低微，看不到我额前的法阵，但是我这样一直持续口出狂言下去，他们也会觉得奇怪的，说不定那天就把我群殴一顿，你知道吗？都说了是惩罚了，若有人愿代我之劳揍你一顿，也不失为一件妙事啊。你这什么小学鸡行为啊？看来你对我的词句很满意，竟夸我为小学鸡。小学鸡才不是什么夸赞，说的是你幼稚、无聊、无理取闹。廖廷言，你快住嘴吧！既然如此，你不妨继续骂下去。不敢了，不敢了。这不是您想听真话的吗？您看您给我解了，我再多奉承的话，我都说给您听。哎，虚伪的奉承多无聊，我偏不爱听。奴婢见过公子。那，公子，奴婢能不能留下来？奴婢无依无靠，愿留在严府日夜侍奉公子。不必，我不习惯有人陪着我。你说对吗？我看你挺习惯的呀。昨天晚上不是抱着我睡觉吗？原来公子遣走我们，是因为这位姑娘。没错，我就只愿意留她一人陪我。开不开心？开心谈不上，倒是很惊心。这什么走向啊？剧本里没写啊。我看你是心花怒放吧，都开始胡言乱语了。姑娘，是这样的，我呢其实是一个水獭，他呢也不是真的严公子。他的意思是，我不愿再做这严家的公子了。我要按照我自己的想法活着。我明白，我明白，奴婢将会一生祝福公子和姑娘。看到没有？再不给我解开，小心遭到反噬，毁了你的千秋大计。我不知道什么千秋大计，我只知有人骂我为小学鸡。
真言之事，再延期5日。你是不是在心里咒骂我呀？是。那就再加5日。司马娇，我们谈谈。你想谈什么？你还想让我被真言之事搞得大出洋相到什么时候？能不能烦请你帮我解开？真的对我的生活造成了很大的困扰。那你可知错了？当初为何对我说谎？我已经解释过了，我有我自己的顾虑。你为什么非要逼我说真话？我就想有点自己的空间，怎么了？一个人如果连心里话都要被人听到，那活得多累啊！我讨厌别人的虚与委蛇，以谎言相待。任何人在我面前都不能有丝毫的隐瞒。师祖，我知道你一直被谎言包围，我知道欺骗让你感觉很孤独，而我呢，我来到这个世界，这里的一切都让我感到陌生，没有人懂我的想法。其实我们都很孤独，但是我们能不能不要用这种方式来了解对方的心情？想知道一个人的真心，方法有很多。所以，不要再惩罚、折磨我了，好吗？你为了好玩，就让我这么不自在啊？在你看来，我这么做是为了好玩？不然呢？为了你的大局，还是一切谋划不失败？最让人不悦的就是，你说的这些，都是你的真实所想。那不然你告诉我你的真实想法。我想听实话。因为我对你珍而重之，不想让你受丝毫伤害。爱在荒漠开出心莲。你如果再敢用这等凡间俗物戏弄我，我就让你做一辈子水獭。司马娇那句话到底什么意思啊？还是说他对我产生了一些非分之想？不，他这种人不可能爱上别人的吧？可他那个眼神会不会也太真挚了点啊？哎，
真的是烦死了。你喝醉了？不可能，我千杯不倒，才喝了1杯，怎么可能醉？你原来是人，如今是一只水獭，酒量自然不同。这些都是给自己准备的。不然呢？算了，本来也是为了庆祝我们解放了大半个严家。那师祖你也吃点吧。谁害羞了？真阴之事都治不了你。啊，你给我解了吗？谢谢亲爱的师祖，我的心情终于一转晴了。心情？其实我们都很孤独，但是能不能不要用这种方法来了解对方的心情啊？脑子里像是被什么古怪之气占据了。莫非换了他说的什么恋爱脑？你们清谷天是不是只有你喜爱编文撰字啊？亲爱的又是何种形容？亲爱的是个老少咸宜的称呼，我一般用它称呼我亲近的人，也可以用它称呼最讨厌的甲方客户。想知道一个人的真心，方法有很多。那你把我当做前者，还是后者？我对你肯定不是讨厌嘛，没骗你哈，实话。实话。你不舒服吗？没有。把这个喝了，便能醒酒了。啊，我懒得自己喝。啊。来。怎么变成人形啊？你怎么看着我笑得这么开心啊？我何时看着你笑了？你看错了。走了。果然是我想多了，司马娇还是那个直男性格。师祖去哪儿啊？杀人。杀人是你口头禅吗？师祖别冲动啊！放开我！放开我！师祖，放开我！师祖，您看看，我把谁带过来了？司马娇。
什么情况？倒是个送上门的好机会。完了。这下司马教非得把我挫骨扬灰。你这些年都跟谁在一起？一个叫石千履的老头，我管他叫爹。石千履，你叫石千履爹，他都对你做了什么？给我洗髓，教我杀人。你为什么不回到我身边？我与你是仇敌，为什么来你身边送死？这厮怎么还有真花 buff 这种技能？你竟然什么都不记得了，指定是石千履的手笔。告诉我他在哪里。你休想逼我出卖他。你听好了，你叫廖廷彦，你是我的道侣，和那个姓石的半点关系都没有。石千履想让你叫他爹，他配吗？他只不过是想利用你来对付我，你明白吗？道侣，你确定不是仇敌吗？日复一日，我以血魄灵力将你滋养，你借我之力复原，却在关键时刻背叛我，亲手将我送到了这里。看来如今你将一切都忘了。阿楚，你怎么会在这里？人皇昭明，狂妄不堪，罪孽深重。今奉天意，将你镇于熔渊之下，永世不得出。我走的时候，你说会在家中等我回去。如今为何会出现在这里？我乃上古神器混沌珠，掌时空权柄，维系世间运转，怎么可能被你藏养于家中？你不是说你喜欢我，想要与我成亲，愿意与我相伴千年的吗？那不过是受你人皇之气滋养，为偿还你因果所为。我生于混沌，寿元无尽，千年于我而言，也不过弹指一瞬。但如今，你为一己私欲上天弑神，狂悖不已，滥杀无辜，我便不能再如此纵容你。不，你不是阿楚，你是谁？果然一介凡人，难免贪嗔痴之念，事到如今还要自欺欺人。若我不是阿朱，难道世上还有第二颗混沌珠不成？天梯原为人界与神界沟通之桥梁，现因人皇昭明忤逆之举，天梯惊起废绝，从此人界再无登天契机。
镇压于地底。与此同时，天梯陨落，从此之后有了荣渊，我也被镇压在这荣渊之下万年。万年之后，还是同样的脸，越是看着无辜，就越是歹毒。你既然来了，便让本尊好好想想，该如何报复你。当年我以血魄灵力滋养你，今日这血阵中，本尊要将原属于我的东西全部取回。混沌珠乃司辰神器，掌控时之权柄，可回溯时空，逆转乾坤。当年的混沌神女是多么的高高在上，再看看如今的模样，如此狼狈不堪，连一个血阵都抵御不了。向我求饶吧，承认你的背叛，承认你的罪过，求我放过你。我只是我自己，并非什么混沌神女。你所说的一切，我也从未经历过，更没有你说的什么逆转乾坤的神力。但你要我向你求饶，做梦！做梦？真不知道谢雪晨看到你这样，又会是如何。你若有什么仇怨，冲我来，不要牵连于他。你心疼他？他已经来了。雪灵，谁让你来的？这阵法凶险，你快走！我带你出去。出去？你到底是谁？吾乃昭明。你是人皇昭明？你也是昭明？当年我一人一剑杀上天界，神族无一能与我对抗。若不是混沌珠临阵背叛，本尊早已将神族屠尽，又岂会被镇于荣渊之下万年？近来桑奇修炼玉阙功，使得魔气异动，我才与你有所感应。我便知道，原来我竟有一魄留在世间。你我只是相貌相似，但凭何就能说我是你的一魄？君天，万年不见，已经变成如此模样。回来吧。这才是你原来的样子。你问我凭何？就凭我随时随地都能杀了你。雪晨，雪晨，强者没必要欺骗蝼蚁。我说你是，你便是。你只不过是本尊残留在人界的小小碎片。你这20多年的人生，于我而言也只是一瞬罢了。我是谁？不由天，不由命，更不由你。即便你是人皇昭明，是万年神器，今日我也一定会从这里带走他。君天剑气力有万钧，落地竟毫无损毁。难道我们正处于他神识所造的幻境当中？眼前的一切都是幻象，实际上君天还在你手里。
看来你似乎还活在万年之前，如今早已时移世易，一切都变了。谢雪晨，总有一天你会回来的。封印暗月，对抗堕神，援救仙盟，一刻都没有停过。谢雪晨，你累不累啊？这一路，你也一直与我同行。你累不累？累自然是累啦，但谁让我选了你呢？不管多难多险，你都不能抛下我。荣渊之下堕神苏醒，也不知道他说的话是真是假。无论真假，谢雪晨，你要知道，无论是大哥哥，还是那个堕神，他们都不是你。在我心里，你不是任何人的附属或者替代，你是独一无二的谢雪晨。我的谢雪晨。可事情看似告一段落，实则并未解决。暗域的封印只是一时的，只要心魔不灭，暗族破封印而出是早晚的事。还有何仙魔，也不知为何，不知所踪。他谋划多年，必是有所企图，不可能无缘无故放弃一切离去。谢城主，如此行色匆匆，出何事了？秋明不见了。不见了？怎么回事？净化宫传的消息说，秋明带人清理战场之后就不见了。他会去哪儿？会不会出事了？这里是什么地方？你带我来这儿做什么？此番请你前来，只是希望你能帮我一个小忙，将混沌珠引来。举手之劳，想必你不会吝啬。我听不懂你在说什么。混沌珠跟我有什么关系？想不到你还颇有情谊，只是有一点你想错了。你越是为他掩饰，为他隐瞒，便越是暴露了真相。混沌珠就是穆玄灵，他区区一个灵族，怎么可能跟神器沾边？你未免也太抬举他了吧？万年前，天梯便是被混沌珠斩落在这里。这遗迹之中，充斥着混沌之力，只有混沌珠可见。凡人若是进去，便会在其中永久迷失。高修士，你可想进去试试？你在威胁我，是吗？我和你说过了，穆玄灵他不是混沌珠，他就不是。高修士，我只是想让穆玄灵帮我修复天梯，不会伤害任何人。不会伤害任何人。这三族之乱，伤者多少，亡者多少，天下苍生的命难道不是命吗？我也很遗憾。你说得倒轻巧。你为了打开天梯，不择手段，丧心病狂。
这天界有什么非去不可的？听说天界有永不断流的仙泉，无需劳作，只需从人界攫取灵气精华，便可人人长生不老，无所忧愁。可人族却要经历生老病死，仅仅是想吃饱饭，都要仰赖老天垂怜。我很想到天界去看看，为何世事会如此不公。你设修仙阁，屡屡作乱，手上沾了多少鲜血？现在又来这儿，做慈悲之想。与你论道倒是有几分意思，只是恐怕已经没有时间了。你的朋友们已经来了。秋米，傅连长，何仙武，你放开他！他跟南虚月是一伙的，他们还有后招，你们快走，快走！放开他，换我来，我任你处置。何仙武，你想要的是我，放了他。我来解决。他剑在颈上，你的剑就算再快，也怕有万一。我才是混沌珠，事情因我而起，我不想欠他的。我相信的是你，即便我落入何仙我手中，你也一定能把我救出来的，对不对？穆玄令，你我是死对头，我从没喜欢过你。就算你现在过来换我，我一点也不会感激你的，一点也不会。你少废话！你以为我喜欢你吗？你这个废物，怕是流年不利，老是被人挟持。我劝你回去还是学遁术，打不过就跑。穆玄令，小的时候让你为我替死，是我亏欠。今日我便全部还给你。不要！秋米，高秋米！四方剑阵！你走不了了。谢城主似乎得意的太早了。高秋明虽然愚钝，却有一句话说对了：我既与南虚月合谋，又岂会不留有后招？南庄主，该你动手了。南虚月，你背叛我！从未效忠，何谈背叛？6000年前，仙盟耗尽混沌珠之力，才得以建立万仙阵。如今你们空有混沌珠之体，却缺混沌之力，想重建万仙阵，简直痴妄！痴妄！你猜的没错，他就是6000年前我与凤香建立万仙阵时曾遇到的邪修。他果然活了这么久。他当时欲抢夺混沌珠，被我以杀招重伤。我以为他已经死了，但照你所说，看来这家伙是假死避难，不断改头换面，活了这么多年。不过，你为何会怀疑这何仙武是长生之人？因为他知道如何破开万仙阵。所以我猜测，当年你们布阵的时候，他很可能就在旁边窥探，得知了阵法的关键。而且不久前，他还炼制了化影丹。化影丹的原料，凤隐草，
早在6000年前就随着凤山的崩毁而灭绝。他若不是6000年前，或者更久之前的人，的确不可能得到。但我疑惑的是，一个人族修士，即便到达了法相境，寿命也最多只有1000余年。凤香尊者未得长生，付出了如此巨大的代价。可和谢母为什么能活这么多年？难道他也见过论尽上身？福相，长生是何种代价，你已经看到了。不过，我曾经确实听闻过一种吸取他人骨血精元，用他人寿命给自己延寿的邪法。施法者虽然能给自己延寿，但也会遭受极大的反噬折磨。外表如常，内里却如一团烂肉，腐朽不堪，最终会一朝爆体，加倍痛苦的死去。我想这家伙就是修炼了这邪法。究竟是什么目的，能让一个人做到如此？乾光君，我还有一事想请教。如今暗域只靠桑启的灵丹封印，恐怕无法长久。我有意重建万仙阵，之前先辈的古籍我都看过了，其中最重要的就是混沌之力。可混沌珠早在6000年前就已被耗尽力量，如若没有混沌之力，还有没有别的办法可以重建万仙阵？的确有一法，可以不借混沌之力，也能完成阵法。需让当时3位灵力至强者分别站在修、生、死3门之上，即可完成阵法。多谢乾光君。哼，你先别急着谢。死门乃历劫之位，若没有混沌珠的强大力量支撑，死门之人必会灵力耗尽而死。这就是唯一的解法。雍雪城玄天门、镜花宫、碧霄宫，甚至暗域，年长1辈的法相尊者相继陨落。论当时灵力至强者，恰恰剩我、穆玄灵以及你。所以从那时起，并不是我算计你，而是我被算进了你的棋局里。我们无法算到你每一步会怎么走，但知道你最终会怎么走。何县我死门为你而备，和南虚月的配合并不算难。南虚月，你们当真知道他是怎样的人？知道他在背后都做过些什么？为什么？一个人该死，可他却不想死，就会有挣扎心。挣扎间稍有动摇，便一步错，步步错。我便是如此，无可辩驳。那又为何突然告诉我一切？这便是何县我的药，可为我续命，令我被他胁迫，身不由己。如今我不想再继续下去了。做错事便该偿，杀了我。或者让我为你成事，然后再杀了我。南虚月受我胁迫，身不由己，真是这样吗？将死之人，你就尽管笑吧。笑完之后，带着你所有的罪业，到地下赎罪。起阵！你们之间的同盟，根本就脆弱的不堪一击。
南虚月所做之事，你当真可以视而不见，当做无事发生吗？而你呢，南虚月，你真的放得下他吗？你想要活下去，不就是因为他吗？这是我自己的事，不劳你费心了。南虚月，你想清楚，我一旦死了，你便再也拿不到药，你也会死。终于啊，都入阵了。都。南虚月，开阵！好，那便如你所愿。不要！虚月，你干什么？大战已起，阵眼中人皆不得逃，三门皆为死。三人皆死。真是好大一出戏呀！南虚月，难道连他你也要杀吗？你所求究竟为何？玄灵，我相信的是你，即便我落入何仙王手中，你也一定能把我救出来的，对不对？不要！穆玄灵，穆玄灵！不该是这样。谁家情郎总是像你这样连名带姓的叫人？以后叫我灵儿，好不好？好，好，你说什么都好。为什么？为什么会这样？你跟玄信说的话，我都听到了。
谢城主当真要跟南虚月合作？你明知道他不可进行。若要重建万仙阵，必须有一位大阵师来起阵开阵。纵观天下，唯有南虚月能够胜任，我别无选择。倘若他背后另有谋算，从定下计划起，我便押上了自己的性命。宣泄，若我身死，你就是下一任仙盟盟主。愿这临危受命，不会令你太过为难。可是穆姑娘又该如何？她身上有一块玉牌，是南虚月所赠。我接触过那玉牌，的确是护身至宝。只要有她在，玄灵性命无忧。我是问，如果你死了，穆姑娘该如何度过接下来的人生路呢？穆玄灵，生于人界，长于暗域，这世间从来都没有对他好过，他却凭着一腔意志，从不公中杀出一条血路来，将所有的痛苦和折辱都踩在脚下。他从来都不是我的附属，他是他自己。他的人生不会因为我的死而黯淡，而失去意义。我爱他，敬他，也信他，只是留下的往往比先走的那个更痛苦。是我太过自私，要让他做留下的那一个了。每一次作战，你都抱着私志，你总是为所有人考虑，却唯独不为自己留后路。谢学长，你真傻，你心怀天下，总要有人心疼你。死的事情，就让我这个妖女来做吧。对不起，还是你自己留下吧。谢雪珍，这一次换我来保护你，好不好？受这一击的本该是我，不，你不会死的，我不会让你死。玄灵，玄灵。玄灵，穆玄灵，昭明，谢雪晨，
10000年了，10000年。费尽心机，满手鲜血，到头来竟是一个笑话，一个毫无意义的笑话。我欲杀之人，就是我铭记万年之人。你的一句话，便能令所有人痛苦，便能令一切罪恶掩藏。凭什么？凭什么？神族不仁，我亦罪孽。就让这万年的荒唐，在今日一同结束吧。之魂，奉我圣系，何方阵起！那里的祭台很高，圣君站得很远，我未能看清他的样貌。可我永远记得他登天弑神的志向。神族所行并非正道，今日我要这天地间只有日月，再无神仙。此乃我毕生所愿，此亦是我毕生所愿。灵儿，你不是跟我说，你最讨厌胡曲了吗？睡了以后，可就只剩正气了。你醒过来好不好？我还要带你去看人间，陪你去看大千世界。你想做什么，我都陪着你，好不好？谢雪晨，你平息了人灵之战，冰封了虚空海，重建了万仙阵，看似大获全胜，实则一败涂地。谢雪晨，你承认吧，是你的狂妄害死了他。我不会让他死，可他已经死了。我说，我不会让他死。是吗？你当年毫无犹豫地背叛我，镇压我，如今却为了谢雪晨甘愿生死。罢了，一切还未结束，我们还会再见面的。原来根本就没有什么无忧之地，阁主一直在利用我们，他这些年招揽我们，就是为了今日。阁主为什么要欺骗我们？为什么？为什么？为什么？说！我们所信仰的，欲杀我们于荣渊之畔。
我们所愤怒的，却救我们于危亡之时。是非、对错、善恶，从一开始就是假的，就是假的。谢雨辰。 多谢谢城主。灵儿，你先在这儿休息，我去处理些事情，得过阵子才能回来。我把君天留下来陪你。 他会与我感应，护你周全。灵儿。 我应许过你的事，还有许多未能完成。一世之约才刚刚开始，我绝不会让你离我而去。让你拼尽全力，本可以留住他的，对吗？可是你并没有这么做。谢雪晨，你悔吗？那身为雍雪城弟子，保护城主义不容辞，何须多疑啊？那你为什么还是要往上冲？就让他们自生自灭不好吗？谢雪晨，你就是舍不得我死。
会之间找寻你的脸。若心中的泪无人发现，可否还不知疲倦？因心有所念，痴情人不必问长路多远。为爱身披风雪，穿越流年，不负遇见。为盼桃花千朵，陪你那一天。你我那一个人，一双梦，再别无所恋。此生无忧无怨，陪在你身边。你是何人？人走剑修谢雪尘，求见上人。本君已经许久不曾见过有人踏上斩神台了。那38000剑是斩神台，不错，38000刀斩的是元神，只有元神坚韧、意志坚定者，方能从斩神台上活下来。你能到此处，必定见过凤香和钱光了。是。那你可知道，向本君许愿，必须要付出一些小小的代价？我知道，只是有一事想确认一下，是否这代价只需要我一人承担，不牵扯他人？你的心愿，牵涉的人越少，需要付出代价的人便越少。本君好像记得，有人许过一个牵涉到众生的愿望，付出了极大的代价。我只想救活一人。神族、神官权柄不同，想令死者复生，只有2人可以办到：一为司命天命书，二为元阴玄女。元阴玄女转身为素宁溪，恐怕已难从此处着手。请问上神，司命神君何在？你想向他求助？不，本君不曾见过他，但隐约记得他这神冰冷不近人情，不似本君这般友善。传说神族抛弃人族，不再与世沟通。可上神为何要留下长生莲引人来此？还有，这里又是什么地方？不怪你心存怀疑，本君也迷惑不解。为何只剩本君孤独一人在此？你也不知道。万年前，有个人让我在这里等一个人，可那个人没有告诉我要等的人长什么模样，是男是女，是老是幼。我感觉得到神族并没有消失，可他们去哪儿了？好像曾经有很重要的事情发生，我却忘了。不过忘便忘了，必然是有力量凌驾于我之上，才叫我忘记。天命书。是，也许是天命书所为。有人以天命书左右了神族的命运。你可知道，天命书是用来说谎的法宝，言出法随，所有的谎言皆会成真。它的力量远在我之上，但同样也需要付出极大的代价。
没有任何收获，是不需要付出代价的。若我只想救活一人，上神可有办法？本君可助你回到过去，在那个人死之前，改变他的轨迹。你可以想好要回到过去的哪一时间、地点。本君以轮回镜送你回去。若万仙阵没有破，便也不必重建，最终他便不会死。我要回到万仙阵破开之前，阻止何仙王。这便是轮回镜，你只能以灵体进入，回到过去的自己身上。一旦脱离肉身，灵体便不受保护，会被时光之墨辗转碾压，乃至魂飞魄散。切记，不可试图改变其他人的命运，也不能让人知道你的存在，否则你付不起需要承受的代价，更会有无数人因此成为命运的牺牲品。最坏的可能是整个世界都将扭曲、崩塌、尸骨无存。我知道了。他会是我要等的那个人吗？只有一晚，必须用这一晚的时间带灵儿离开暗域。只要她不再是暗域圣女，就可以安稳的活着，不必再卷入后来发生的那些事了。此时的我人在问血崖闭关，不能让人看到我下山。幸好从灵儿那儿学到了遮永丹的制法，能够掩盖容貌。好久没吃过这么嫩的灵族了。滚开！你们这群愚蠢的暗族！他哥哥拼了命才救下我，我绝不能就这样死在这里。别害怕，小妹妹，姐姐可不是敌人呢。瞧这小可怜样，但是你的表现还是非常出彩的，能在那么多暗族的追杀中活了下来。你都看到我被追杀了，却不帮忙，至少不是朋友。我跟赤影打赌，赌尊上带回来的这批灵族，哪个能活到最后？我跟他说是你，他偏不信。但是现在，其他灵族都死了，就你活下来了。你是里面最顽强的，姐姐还是很欣赏你的。那么，是什么让你产生了这么强的生存欲啊？是堆积如山的金钱，还是享用不尽的珍馐，或是纸醉金迷的温柔乡，还是这至高无上的权力呢？我才不稀罕你说的那些东西。那这世间还有什么值得你留恋的呢？我也并不留恋这个世间，
只是不允许自己就这样死掉。有点意思，为什么呀？与你无关。你是不是觉得我们暗族特别坏，特别恶心，都不想跟我多说一句话呀？难道不是吗？你们凭欲望行动，没有理智。你应该庆幸，正因为暗族如此，你才能在暗域有一丝生机。欲望表露的最明显的暗族，其实是最好被利用的。其实，人族也是如此。你对欲望不应该有鄙视，而是要利用它，这样才能操控暗族，乃至操控人心。我才不要变得和你们一样。哼，想要在恶人堆里生存下去，自己首先也要变成恶人。只有做到极致的恶，你才能对抗恶。记住了吗？好好想想，你为什么来暗域，又为什么活着？重要的是，要知道自己想要什么，要达成自己的目的。你说的很对。现在这样，是不是就像一个恶人了？我相信我们还会再见面。终于找到了。怎么会有人在自己家门口设这样的陷阱啊？幸好我带了遮灵簪。大人不！你们这些不要脸的暗族，欺负我初来乍到，动不动就来骚扰。还好我提前设下了陷阱。我只是路过。傻子才信你的鬼话。我骗你干嘛？我路过的时候看到那悬铃树开花了，一时好奇就凑近了些，没想到误中了你的陷阱。算你还有些审美。那个，有很多暗族欺负你吗？明知故问，你们暗族没一个好东西，尤其是那个叫赤影的，总是没事找事给我搞些不痛快。等我练成最厉害的魔功，打赢所有暗族，一定让他跪下来叫我大王。嘿嘿，不能任他这样下去，否则他又会走上既定的轨迹。喂，想不想学习厉害的功法？我教你啊。就你，连我的陷阱都能中，还想教我呀？怎么样，厉害吗？可以呀，小弟，我认可你了。走，小弟，咱们进步一序。轻点，轻点。哎呀，轻点，轻点。以前只看到他在暗族面前作威作福的样子，却没想到他刚来暗域之时，竟然这么落魄。他曾说，他小时候脸上有妖纹，倒是没看出来。来，小弟，喝茶。你到底有什么厉害的功法呀？快教我！我要变得比暗族更像暗族。像暗族可不是一件好事。怎么不是？玉影说了，加入恶人的队伍，变得比恶人还要厉害，这离消灭人族又近了一步。你为什么这么讨厌人族？
不要被仇恨蒙蔽，更不要自暴自弃。你知道吗？这个世界上虽然坏人很多，但也有像大哥哥那样的好人。若他还在的话，他一定希望你像普通人一样，简单快乐的活着。你怎么会知道大哥哥的事？不许再有那些歪门邪道的功夫夺我的心了！我只是不希望你勉强自己，变成另外一个人。我才没有勉强自己，我就是想像暗族一样强大。不，我要比所有的暗族都还要强大。倒是你，作为一个汉族，也太不像暗族了。如果我说我不是暗族，你会愿意跟我走吗？我会带你去一个没有纷争、没有痛苦的地方，让你安宁地度过一生。不，我要为大哥哥报仇，留在暗域，才能变强。大哥哥对你来说这么重要吗？哪怕会被暗族欺负，会活在痛苦恐惧之中，甚至会丢掉性命，你也要留在暗域。对我来说，大哥哥是最重要的人。为了大哥哥，我什么苦都能吃，什么事都愿意做。时间不多了，跟我走。你干什么？你必须离开放开我！我说了，我不走。这是暗域的信号弹，一旦发射，整个暗域都会戒备，桑奇会立刻带暗族来追杀你。到时候你可就走不了了。我可以不管你是谁，有什么目的，也可以不暴露你，但是你现在立刻马上离开我家。灵儿，你再不走我就发射了。人界就要天亮了，必须在那之前赶回雍雪城，否则一切都会混乱。